女星微博之夜晒图，杨紫状态好，白鹿颜值翻车，田曦薇像公主。今年的微博之夜非常热闹，几乎一半的娱乐圈都去了。能有这么盛大的活动实属不易，红毯的造型自然很重要，尤其是女明星的红毯，各影楼相继放出了图片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杨紫，首先是90后流花杨紫，这次的造型是一件薰衣草色连衣裙，手臂上有薄纱袖，平头发型，妆容清透亮丽，胸前还有首饰，整体看起来很好看，突出了杨紫的长脖子，而不是以往的一字肩。杨紫工作室发的动图和视频更精彩，她的状态非常好，面对面无所畏惧。宋轶，再就是宋轶，清冷清爽的美女，今天穿的是纯黑色的旗袍风裙子，头发也是清爽的，大红唇突出重点，就是颜色是纯黑色，是不是有点太单调了？张雨绮，很多年轻的小花都是黑色的，张雨绮的造型让人眼前一亮，淡蓝色的芭蕾舞短裙搭配她冷艳的造型，非常适合走红毯。李兰迪，星允结束后，李兰迪的人气飙升，不少人都在期待这个微博之夜。工作室头发的外观并没有让人失望，白色的露肩芭蕾舞短裙让她看起来像个花仙子，优雅美丽，妆容也很好看，表现也相当稳定。虞书欣这次准备了2套路，左边是裙子，露腿露肩，看不懂这个设计，看着有点奇怪。右边是一件黑色的珠链连衣裙，虽然是黑色，但是肩带的设计很有质感。王楚然是95花中难得一见的靓丽美女，这一次的微博之夜，她一身纯绿色的裙子，留着一头长卷发，工作室拍出来的照片很高级，裙子的质感很好，王楚然本人也很漂亮，如果你戴一些首饰，她应该看起来更好。田曦薇也是95花颜值师之一，身穿漂亮的花瓣裙，宛如花仙子，裙子的部分是不规则的形状，可以展现美腿和美肩，这是一套非常漂亮的套装。陈月，森系里还有一个95小花神月，她选择了一条淡粉色的裙子，长裙露肩的设计，影楼里的照片一般般，但展结发的照片有氛围感，人们确实增强了衣服的质感。白鹿，以上几位女明星的穿搭总体来说还过得去，不过白鹿今天的第一件衣服真是一言难尽，这套还是高端的，但是好像没有什么质感，下半身的3层设计真的很难看，灰色不高级，还有胎毛刘海，都是靠着白鹿的面子支撑的，好在还有第2套路，比上一套好看多了。同样是高档的礼服，黄色的羽毛公主裙，看起来很有仙气。02，杨紫梳起刘海演女总裁，留刘海后，网友看得出来快30岁了。近日，杨紫因为出演了一部女总裁的电视剧，为了角色形象，她对发型做了一些改动，她把短发梳成刘海，给人一种干练的感觉。不过随着剧情的发展，杨紫还是决定把剧中的刘海去掉，换成露额头的发型，这也让不少网友很好奇，想知道她的新造型是怎样的。于是，在剧集更新后，网友们终于看到了杨紫的新发型。不过，让人意外的是，不少网友已经开始猜测她的年龄了。有网友表示，杨紫离开刘海后，感觉她的气质有点老气了，看得出来应该快30岁了。这样的言论让杨紫的粉丝非常不满，纷纷为她辩护。不过也有粉丝表示，其实杨紫的真实年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的演技和才华。这个声音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。其实，杨紫今年才26岁，距离30岁还有一段距离。但是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呢？据专业美发师说，杨紫的发型确实有点老气。虽然说露出额头可以让人感觉更加清爽，但是对于杨紫这样颜值高的女生来说，刘海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的。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，杨紫留刘海后的发型其实很有个性，让她看起来更加自信独立。不管怎样，相信杨紫都会根据自己的角色需要和个人喜好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型。毕竟，她是一个非常聪明和自信的女孩。除了发型，杨紫在电视剧中的造型也备受关注。
她饰演的女总裁形象身着高贵典雅的西装，尽显职场女性的魅力与智慧。不过在现实生活中，杨紫的穿衣风格偏向于个性时尚，她经常会穿一些街头流行的款式，加上自己独特的品味，总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风格。除了电视剧和穿搭，杨紫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孩。她不仅演技精湛，还能唱、跳、画等，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全能艺人。在娱乐圈中，杨紫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女演员。她不仅演技出色，而且拥有非常庞大的粉丝群。她的粉丝喜欢她的个性和才华，并支持她所做的一切。杨紫也受到质疑和批评，比如有人觉得她的演技不够好，有点做作；有人觉得她的穿衣风格太前卫。不过，杨紫总能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和回应这些质疑和批评。她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喜好，她需要不断学习和提高。综上所述，杨紫的年龄在离开刘海后被网友猜测，虽然有点意外，但她的才华和性格还是让人越来越喜欢她。希望她能继续保持自己的风格，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。03，人气爆棚让肖战微博之夜。娱乐圈的职业艺人千千万万，但活跃在公众面前的似乎永远只有那么几个人。在当今的网络时代，网络已经成为年轻人的天下。昔日的追星，如今也成为了顶流粉丝、顶流偶像，在娱乐圈势不可挡。颜值代替演技，形象代替作品，已经成为普遍现象。如果没有顶级明星参演影视剧，可能会面临沉寂危机。今年的微博之夜，顶层效应依旧掌控全局。李宇春的 C 胃癌已经持续了 N 年，张颂文输给了张诚心。而最火的莫过于肖战成为了超话粉丝中最受追捧的明星，肖战的粉丝名副其实。论人气，肖战确实难敌，人气也是实至名归，小编不能否认。记得多年前，有网友喊着宇宙中最耀眼的巨星之类的口号来赞美肖战，再次获此殊荣，不少网友大力宣传，还称赞肖战实力雄厚，能力超强，演技精湛。可能是小编孤陋寡闻，除了《阳光与我同在》和几部古装木偶戏，一时想不起来肖战的爆款作品。我不抹黑也不赞扬，而是从客观事实出发。演员自然会在演戏中成长，并因作品获得好评。现在恰好相反，现在他们先被称赞，然后他们才行动。这是看人还是看戏？为什么肖战一直想摆脱顶流？因为他想演好戏。他知道颜值不等于演技，人气也不能成为永久的衣钵。小编也想知道一个被人气捧红的明星到底能走多远？问号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04，拍完跳崖，彭小苒杨紫杨幂对比，谁更破？由彭小苒和丁禹兮主演的《春梦里的男人》的感情戏很有意思。聂桑榆和宁爵轩先婚后恋的感情戏很好看。然而，这时在聂桑榆跳崖之后，聂桑榆变了，爱上了一个人，宁爵轩也渐渐喜欢上了他。春梦中的男人开头有一段著名的镜头，彭小苒饰演的聂桑榆纵身跳崖，不少观众甚至发了弹幕。悲伤、绝望、果断，聂桑榆跳崖的片段非常震撼，完全吊起了观众的胃口。跳崖的名场面在古代木偶剧中并不少见，比如《沉香木片》中杨紫饰演的燕子，但她在感情绝望后跳下了吴桥。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杨幂饰演的白浅毅然跳下诛仙台。我不会轻易自暴自弃，还演过跳崖。彭小苒、杨紫、杨幂，你觉得谁更破？在《春姑娘梦中的男人》中，聂桑榆因为深爱宁爵轩而被逼死。聂桑榆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嫁给了宁爵轩。聂桑榆根本就没有感情，他们的婚姻就是一个空壳。在宁爵轩打算娶妃之后，聂桑榆彻底失控了。他在婚礼上刺伤了温婉，被宁爵轩追杀，逃到了山崖上。看着对自己一点感情都没有的宁爵轩，聂桑榆悲愤交加，一气之下跳下了悬崖，大发雷霆。不过，因为崖下有湖，聂桑榆获救后便如变了一个人。也正是在这次重生之后，聂桑榆和宁爵轩才产生了感情。跳崖前，聂桑榆是个狂妄任性的女人，所以当她跳崖时，
彭小苒对聂桑榆情绪的控制，不会是那种可怜兮兮的绝望，更多的是背叛后的悲愤。聂桑榆在跳崖那一刻的怒火，让人感觉有些抓狂。怀着这样的心情，聂桑榆估计在跳崖的那一刻后悔了。在《沉香如愁》中，杨紫饰演的燕丹对应远一往情深，但应远为苍生大义，不得不掩饰自己的感情。其实，应远一直默默守护着燕丹，只是为了让燕丹死心。倔强的应远一直在用冷漠伤害着燕丹。燕丹之所以跳吴桥，是因为他对应远彻底失望了。当时，应渊带着燕丹受雷霆之刑，亲自送他去受心爱的人折磨。燕丹的心死了，绝望了，失望了，心灰意冷了，带着一丝决意，燕丹从吴桥跳下了，因为他真的很想结束这段感情。应远和严丹互生情愫。严丹跳吴桥时，杨紫表现出的绝望和气馁非常感人，因此《沉香如愁》中的燕丹跳起了吴桥，成为了该剧的主角。一场名场面也牵动着观众的心，因为前面剧情的铺垫，观众会对严丹更有代入感。杨幂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饰演的白浅，她跳诛仙台是剧中非常重要的一幕，也是这一幕让观众久久不能忘怀的原因，就是跳到诛仙台的白浅实在是太惨了。她生下了孩子，却得不到善待，甚至为了保命，夜华还亲手将她的眼睛挖了出来。肉眼看不见的白浅，身心受到双重打击。在这样的折磨下，白浅真的很想结束自己的过去。同样在跳崖的名场面中，杨幂最崩溃，其次是杨紫和彭小苒。因为人物跳崖时的情绪不同，演员的表演也完全不同。另外，女主跳崖的震撼场面，女主的表演也很重要。沉香似筹码中，燕丹从吴桥跳下，应远不顾生命跳下救燕丹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，白浅纵身跳下诛仙台，夜华义无反顾地跟在他身后。而春梦里的人中，聂桑榆跳下悬崖，宁觉轩虽然震惊，却看不出他脸上的苦恼。所以就震撼而言，彭小苒的这一跳堪比杨幂，比起杨紫也差了一些。也是古代木偶戏中跳崖的表演。和彭小苒、杨幂、杨紫相比，谁的跳跃让你觉得惊心动魄？